美国前国防部高官狂言要与中国开战，那么美国在亚太真的有这个实力和中国拼一下吗？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几年以来，随着中国在各个领域不断的发展和崛起，美方的一些政治人士开始坐不住了，又开始老调重弹的大谈中国的经济、军事、文化威胁会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加之2019年的新冠疫情和美国国内抗疫失败，以及持续通胀的负面影响之下，美国部分政客开始持续毒化政治气氛，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拼命地散布中国威胁论，以转移内部矛盾。其中甚至还有美国高官企图叫嚣对中国发动战争的，令人难以想象。根据美媒近日的报道，曾于2017至2018年期间，在美国国防部任职副助理部长一职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就公开狂言要和中国必须进行一场不使用核武器的有限战争，这样才能让中国过度伸展和流血，中国的崛起的大国梦也将成为泡影。科尔比认为，现阶段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也不是过去世界一超多强，美国独霸天下的那个年代了。现在大国竞争卷土重来，实际上这意味着与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国家实力相比，美国的相对实力正在下降。所以为了阻止中国的霸权企图，美国应该准备好保卫台湾，因为台湾的沦陷将导致美国信誉的丧失。而且美国应该专注于否认中国任何既成事实的国防计划，继续强化武装台湾，并明确表示中国大陆入侵台湾地区将导致与美国的战争。不得不说如此幼稚的言论能从美国国防部前高官口中说出，是令人震惊的。不过也可以从侧面证明，美国政府一部分人对华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这部分美国高官的脑子里实际上还是充满了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思想。美国还是原来的那个世界霸主，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具有超过美国的潜力，或是在一些关键事务上影响了美国，那么美国就有权利以民主自由之名将其打压和遏制。因此这些极端反华的政客认为，针对中国只需要抓住台湾牌不放，便可诱导大陆发动战争，从而达到出师有名、击败大陆的目的。虎哥认为这种想法真的是过于天真和滑稽了。根据目前中国和美国的在亚太的军事实力的对比，如果美国胆敢和台独分子蛇鼠一窝，密谋勾连，继续武装台军的，并触及中国大陆的红线，一旦引发战争，美国最终的下场最可能连第二岛链都保不住，就更别提一战击败中国大陆和彻底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了。现阶段美军在亚太地区仅有一个海军舰队，包括一艘航母和一艘能够搭载 F-35B 战机的准航母，空军则包括数个战斗机中队、近100架 F-35 隐形战机，陆军基本上都在驻日驻韩大型基地部署。这样的兵力，说实话，对于大陆的威胁能有多少？虎哥是着实没有看见。将来如果美国和台湾势力触及大陆的底线，那么解放军势必是要收复台湾的。如果美国企图干预，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空中力量，一种是海上力量，大概率是海空同时干预。针对美国的干预，可以使用大量的老式东风11弹道导弹和新式的东风1521导弹，对美国在亚太海军基地和空军机场进行毁灭式打击。数轮导弹攻击下来，美国的航母和战机大部分也被解放军发射的导弹报销了，没有受损的战机也因为空军机场被毁而无法起飞。解放军仅用导弹饱和攻击就能给在亚太部署的美军造成致命打击。这时候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承认失败，就此收手，停止干预台湾；二，越想越气，准备集结大量的海空兵力，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真要是选第二种解决方案，那就正好撞入了解放军为其精心准备的区域拒止反介入战略。区域拒止反介入战略就是为了防止美国人对于台海干预而精心为其准备的一套战略，
该战略强调以多重的打击手段消耗美国海空兵力，最后使其不能够达到原本的作战目标。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战略目前已经趋于完善，对于美国的干涉具有完全的反制手段。火箭军拥有的 DF-21D、DF-26 反舰弹道导弹，可以确保中国周边4500千米的海域的绝对安全。空军的打击范围相比火箭军要延伸得更远。空军的轰 6K 轰炸机经过空中加油后，作战半径能够达到5000千米，加之新型空射弹药组合，其打击的范围将增至7500至8600千米。这个距离足以囊括美国第3岛链的核心夏威夷岛屿了。因此，如果美国打算大规模报复，将遭到更猛烈的导弹打击。他们甚至连台湾的边都没有挨到，就会被尽数歼灭。因此，通过有限的常规战争，在中国的家门口，不管是美国还是哪个国家，谁来闹事，绝对讨不到任何的便宜。